车子的空调冷不冷，看起来嘛，肯定是空调系统来决定的了。实际上，它跟这个车子的排量大不大也是有紧密联系的。排量越大，往往整个空调系统的配置越高，制冷效果也是越好的。这决定空调制冷效果的因素挺多的，最重要的嘛就是压缩机。压缩机在空调系统里面嘛，是起到驱动和压缩制冷剂的这么一个作用的，和人的心脏差不多，血液输送到身体各处都是要靠它的。那么这个压缩机算是空调的心脏，它的那个动力是发动机来提供的。简单说，车子的排量越大，压缩机的可用功率就越大，制冷效果也就越好。排量越小，反一反嘛，制冷可用的功率也越低，那制冷效果嘛就不如大排量车了。但是除了排量，其他一些因素也是会影响空调效果的，我们不一定想得到。这个就跟你找对象是一样的，表面上嘛什么长相、学历、家庭环境等等，这种比较好判断。但你说长久的性格啊、人品啊，这个你相亲啊、找对象的时候不一定看得出来，结婚有时候才慢慢发现，有的还要等孩子挺大了你才晓得啊。首先呢，就是空气湿度，有的时候不是空调不好，是湿度太高。人对湿度其实很敏感的啊，这湿度高的时候，我们的这个汗腺啊、毛孔散热会变差的，让人感觉不舒服。你比如说天气预报显示28摄氏度，但是湿度有80%，这个时候我们觉得很闷很热啊，这个身体上的感觉已经34度了啊，体感温度是特别高的。所以空调的工作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干除湿这个事情。家里的空调是不是会滴水的？道理一样的，车子无非就直接往下滴了。另一方面呢，空气相对湿度大，空调的制冷效果也会变弱。空气的相对湿度对空调机运行的影响，这篇论文里面有讲啊，这高温的空气经过低温的蒸发器时候呢，水蒸气会凝结的，凝露嘛。那如果湿度过高，凝结的水蒸气就会很多。那么由于水蒸气凝结的时候它会放热，那这个时候蒸发器的主要工作就变成吸收水蒸气释放的热量，空气的温度反而降不下来了。这个就好比是上网的这个宽带宽嘛啊，你本来下载速度是可以的，你开个什么迅雷啊，其他什么下载东西，这下载的点满好了，你还要看个什么视频会员的1080p 高清的视频，动都不会动的，就卡在那边了啊。那么除了空气湿度，空调的使用习惯也是会影响空调的制冷效果的。夏天车子一顿暴晒，这个进去跟桑拿房一样了，是吧？你空调开到最大，感觉温度还是降不下来。这里有小技巧，之前我们节目也做过啊，车内如何快速降温。在上车之前呢，你开一扇侧窗，反复的开关另外一侧的门，那就像拉风箱一样的，把这个里面的闷热的空气给它扇出去，排得快一点。那上车打开空调，先开外循环，出风口朝上，让车内的这个空气形成对流，半分钟之后再切到内循环。这一套流程下来呢，车内温度从46度降到24度，只要3分钟，相对快很多。有些朋友说外面实在太热了，我这个扇门本身就要出汗，你直接照车子里面后面的流程照着做也可以啊。那刚才说的是其他事情，最核心的当然我们回到压缩机这个问题。车子它排量的大小就是极限的上限值了嘛，决定这个压缩机排量品牌，从而决定这个空调的效果了啊。小排量车型搭配的空调压缩机呢，大多数都是定排的，往往排量也是比较小的，但就是为了避免对那个动力的影响过大。以前我们讲过的，家用车的空调压缩机功率呢3到5千瓦之间。那有的朋友说，发动机不是哪怕1.6排量的都不是有什么80多千瓦、90多千瓦，你空调才3、5千瓦，有什么影响的啦？这里是这样的啊，它这个80到90千瓦是你油门踩到底的最大功率啊。这平常2000到3000转的时候，实际功率没那么大的。你比如说啊，这大众的 EA211 发动机，参考功率和扭矩曲线图看了一下，2000到3000转的时候，实际功率是30到50千瓦，那你空调一开，相当于10%的动力没有了，9折打掉了。所以说啊，为了不影响动力，厂家是会限制空调的制冷能力的，选用小排量的、小功率的这些压缩机。那到了大排量的车上，本身动力足了，那选择就多了，厂家顾虑也就少了。2.0T 的 EA888 发动机举例子，也是刚才那个看一看，2000、3000转的时候功率就有60到90千瓦，那你选的压缩机，你从3000瓦变成5000瓦，6说不定也行。就更高就上去了，对不对？另外了，这个大排量汽车生产成本也更宽裕嘛，对不对？一般排量大点就更贵一点嘛。那它一般会用变排压缩机，这个压缩机本身的牌子相对也会更高级一点。汽车空调行业综述这篇文章里面有个统计啊，这豪华品牌的压缩机供应商呢，主要是什么外资、合资企业，你比如什么电装、三电，价格都是2000到4000块钱一个的，制冷量达到8千瓦的啊。
吉利、长城、上汽通用这些牌子的压缩机供应商主要就是本土企业了。你比如说什么艾斯达克、上海威乐，600到1000块钱一个空调，制冷量呢稍微低一点，也是6000瓦左右。这个就好比去住酒店嘛，你高级一点的酒店投资也高一点，地段也更好一点嘛，房间装修也好一点嘛，你这空调都是进口的中央空调了，制冷效果也是很好的。你快捷酒店嘛，壁挂式啪下面挂一个门就是了，能出风就行了，不是可以了呀？你还想怎么样？那总的来说，空调冷不冷确实和排量的关系很大，但有的时候湿度、使用习惯，其他的也是会有影响的。大部分朋友车子买回来之后才发现空调不给你，你挑车的时候很少有什么你空调开一下我感受一下的，对不对？还不能换车啊，又不是坏掉了，也不能换压缩机啊，我又不会啊。死马当活马医，其实还有些办法的。车上放个什么遮阳挡啊，套个防晒车衣啊，也是有一定作用的。预算充足的话，还可以加装个座椅通风，挺好用，我自己也在用啊。关注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备胎说车，第一时间可以看到我的视频和通知。备胎说车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